我梦见自己是一本带球跑小说里的恶毒女配，看似陷害，实则助攻男女主带球大团圆，自己沦落一生。清醒点，这种剧本绝不能照进现实。爸爸，一个小糯米团子般可爱的孩子扯着陆恒的袖角，软软地喊着。剧情开始了，和陆恒交往5年，订婚前夕，他忽然在街上遇见一个宛若自己翻版的小孩，犹如小糯米团子般可爱的孩子扯着他的袖角，软软地喊着爸爸。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向陆恒，不论谁见了眼前的小男孩，都会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陆恒的孩子。但我和他已经交往5年，而这男孩看着也不过3、4岁，年纪对不上。陆恒的脸上也闪过了一丝迷茫。你一个人出来的吗？你家里人呢？我蹲下身看向那小男孩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声。小司，一个年轻女人急忙跑过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儿子，刚刚一个没看好跑出来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女人嘴里说着客气的话，可就在她抬头望向陆恒的时候，神情却一僵。她脸上的血色霎时褪去，面色惨白，眼角泛红，双唇紧咬。我们认识？陆恒挑眉。不，我和你不认识。女人像是受到什么刺激，浑身瑟缩了一下。陆先生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说着，她一把抱起男孩，几乎是落荒而逃。呵，不认识，但还知道他姓陆。我转头望向陆恒，示意他给我个解释。却发现陆恒望着那对母子远去的身影，神情若有所思。当天夜里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我梦见自己是一本带球跑小说里的恶毒女配。小说的女主叫江月，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白领，在公司年会抽奖中偶然中了头奖，5星级酒店豪华套房的1星期免费入住券。这本是一件天降的美事，可粗心马虎的她却不小心走错了房间，还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神秘阴质的男人。男人似乎把她当成了投怀送抱的女人，丝毫不听她的解释，霸道地把她压在了身下。第二天醒来，江月落荒而逃，但她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竟然一夜就中了招，怀上孩子。身边的人都劝她把孩子打掉，可母子连心，她怎么舍得让一个小生命还没睁开眼看世界就这样被扼杀？于是江月不惜与父母断绝关系，离开出走，独自一人抚养孩子长大。她给小孩取名为江思琪。小思琪不但长得无比可爱，还非常懂事，平时帮江月做各种家务。甚至年仅3岁就无师自通学会了英语、法语，且正在学习计算机技术。江月以为自己和儿子会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完一辈子，可没想到自己居然又遇见了那天夜里的男人。他看上去完全认不出自己了，而且他身边还站了一个明艳美丽的女孩子，一看就比自己更美好、更优秀。江月心中酸涩，急忙抱着孩子离开。可他没想到，那个恶魔居然缠上了自己，硬把自己困在别墅里，强取豪夺。总之，经过了一番这样那样的虐身虐心，以及恶毒女配的看似陷害实则助攻，陆恒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心意。在经过一场喜闻乐见的追妻火葬场后，两人一载幸终。而故事里，陆恒原本的未婚妻，即作为恶毒女配的我，最终则家破人亡，沦落风尘，潦倒一生。梦醒后，我只觉得离谱。我和陆恒虽然交往5年，但感情说不上多深，不过是两家门当户对，商业往来又频繁，长辈有联姻的意思，而我在感情方面向来冷淡。陆恒整体条件不错，和他在一起也能为我赚取更多利益。我们两人在一起是一个多赢的商业选择，于是我们便理所当然的交往了。交往以来，我们一直相敬如宾，像对待商业伙伴一般彼此尊重。感情有，但不多。如果梦里的事情是真的，那我只会果断地与他分手，并重新评估这个人的道德与诚信品质，考虑之后是否继续商业上的合作。绝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争得头破血流，用尽各种龌龊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最后甚至搭上自己的身家财产。我不是一个不争不抢的人，相反，我乐于争夺，野心勃勃，喜欢为了权势、地位、名利、财富厮杀。但男人，没了就没了，下一个更乖。梦里那个恋爱脑绝不可能是我，但那个梦境的种种细节实在是过于真实，且白天遇见的那对母子也确实古怪。思考片刻，我拿出手机，发出了一份邮件。是真是假，委托私家侦探调查一番便知。私家侦探的效率很高，不过3天时间，我就得到了一份无比详尽的资料，和梦境里的内容基本都对上了。江月确实和陆恒有过一段露水情缘，江思琪也确实是陆恒的儿子。如果那梦里的一切都是真实会发生的话，那就意味着我最后会破产，沦落风尘，潦倒一生。不，绝不可能。我面无表情地拿起手机，按下了一串数字，那是江月的电话号码。私家侦探给的资料里细心地标了出来。喂，请问你是？电话那头传来温温柔柔的女人声音。巡警，陆恒的前女友。在看到那份资料后，我与陆恒的关系便永远成为过去式了。在听到陆恒2个字后，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紧张了起来。
荀小姐，你打电话给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江月有些结结巴巴道。一点小事，不知道江小姐明天下午是否有时间，我们见一面？有的。好，那具体的时间地点我等会发到你手机里。咖啡厅里，江月浑身上下连发丝都写满了紧张，我甚至能看到她指尖微微的颤抖。为了不让咖啡洒出来，她用双手努力地扣住咖啡杯，指尖微微发白。江思琪就坐在她身边，看似撒娇，实则努力分散着她的注意力，好叫她不那么害怕。江小姐，我认为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内容不适合让小孩听见。这附近有个微型游乐场，让思琪去玩会如何？放心，我的人会看着她，不会有危险。我话音刚落，江月下意识喊道：不行！声音尖利，在安静的咖啡厅里显得有些刺耳。而江思琪也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紧紧抱住江月的手臂不撒手。我叹了口气，也罢，懒得拐弯抹角，我直接将侦探送来的资料递给江月。江月双手微颤地接过那份资料，每翻一页，脸就会愈白一分。到了最后，她整个人几乎在打颤，抬头望向我，眼中满是泪水。荀小姐，我知道你和陆先生才是一对，我没有要勾引陆先生，更没有要破坏你们感情的意思。那天和他相遇真的只是个意外，我以后一定会注意避开他，不打扰你们俩的。我只是想和思琪平平静静地过日子而已。他话语中满是恐惧和痛苦，紧紧将江思琪搂在怀里，像是生怕有人会将他抢走一般。江思琪也紧紧回抱住江月，用自己的小手安抚着他，看上去无比乖巧。可他望向我的眼神却淬着不属于幼童的恶毒。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，明明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怎么江月就往雌竞打小三的方向想了？莫非是笼罩在我身上的恶毒女配光环起效了？江小姐，你误会了。我尽可能和缓了语气，释放出善意来。首先，我已经和陆恒分手了，我们不是一对，我也不在乎谁和他在一起。只不过根据我的调查，陆恒在4年前似乎对你实施了暴力强奸。虽然时隔4年，想要取证很困难，但如果你需要帮助，我愿意为你提供一些法律上的援助。强奸？江月似乎没有想到会从我口中说出这2个字，一时间有些呆滞。我态度越发柔和了。虽说这本小说的剧情乱七八糟，但江月无疑是一个受害者。只因为走错了房间，就被陆泽强迫发生了关系，又要独自一人抚养孩子长大，甚至之后还要被陆泽虐身虐心，怎一个惨字了得！当然，原作里我的经历也不比他好到哪里去。虽然前期风光，但最后沦落风尘，家破人亡。同为无脑虐文受害者，我觉得我们很有统一战线的必要。是的，陆恒的行为无疑已经违反了法律。如果你需要报警和法律支援的话，我能略尽薄力。不用了吧？江月却好似更慌乱了，她摩挲着咖啡杯，眼神有些闪躲。支支吾吾半天后，江月低头嗫嚅道：陆家财大气粗，我这种普通人怎么可能斗得过？我只想和思琪平平静静过日子而已。我抿了一口咖啡，挑眉道：陆家势力再大，也大不过法律。现在又不是旧社会，官商勾结。如果江小姐是担心他们之后报复，放心，在 A 市，并不是陆家一家说了算，有我做你的靠山，他们不敢怎么样。当然了，我做这些事也不是单纯出于正义感，自然有一些利益上的考量。陆家和荀家看似多年合作，但本质上其实是谁也扳不倒谁，才不得不化敌为友。可现在我有了陆恒的把柄，就有了扳倒陆家的机会。能一家独大，谁会甘心于齐头并进？与江月合作，他获得公平与正义，我获得利益与金钱，怎么想都是双赢的结果。我自认为开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。然而江月看着我，眼眶的泪花却越滚越多。荀小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现在只想和思琪平平静静过日子。江月瑟缩着抱着江思琪，眼泪像是流不尽一般。江思琪体贴地用自己的袖子替她擦拭着眼泪，眼底的暗芒却越来越深。她的反应我并非不能理解，这个社会对女性本就苛刻，有时候将伤口摊开给众人看，得到的不会是安慰与理解，反而是一把盐巴。江月会有这种顾虑是正常的，然而她的逃避并不能为自己换来平静的生活。梦境里，江月越是想逃，陆恒便越觉得她特别，越想把她困在身边，并且虐得越起劲。逃避不是智慧，是妥协；退让也不是美德，而是软弱无能者的自欺欺人。面对陆恒这种人渣，只有干脆利落地扫进垃圾桶里，他才能过上真正平静的生活。我还想再劝，但江月眼神却越发慌乱，全然不敢与我对视。他身体不住地往沙发里缩，这是想要逃避的表现。他低着头，整张脸涨得通红，用低如文瑞的声音嗫嚅道：而且那一天是我先不小心跑进他的卧室里的，他好像把我当成了其他人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我怔住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慢吞吞道：你走错了房间，他就可以随便对你做任何事，事后不用受到任何责罚，而你甚至还要为他开脱。我一字一句说得极慢。
江月的逻辑过于炸裂，以至于我怀疑是自己的耳朵与他的脑子肯定有哪一个出了问题。江月整张脸涨得通红，从刚刚开始就没停下过的眼泪，此时更如泄洪了一般喷涌而出。荀小姐，你别说了，呜呜，我知道你肯定很瞧不起我，但你们这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不可能理解的，呜呜。我什么也不想要，只想和思琪好好过日子而已，呜呜。眼见他车轱辘话来回倒，我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的痛。也罢，尊重祝福，人别死我家门口。我神情渐渐冷了下来。江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整张脸都花了。过了许久才止住。抱歉，荀小姐，我去洗把脸。江月前脚刚离开，后脚一杯冷掉的咖啡就泼到了我脸上。从刚刚江月哭开始，江思琪就不停地安慰她，而现在江月离开了，江思琪望向我的眼神满是入骨的仇恨。我毫不犹豫地端起一杯咖啡回敬了江思琪。我向来不喜欢和小孩子计较，更别说江思琪才将3岁半而已。但梦境中的江思琪实在没办法和正常人挂上钩。3岁学习英语法语，6岁掌握8种语言，8岁成为全球第1黑客，10岁开创自己的商业帝国。这能叫人类？妖怪都没他离谱，更别提他刚刚看我的眼神，犹如一条择人而噬的毒蛇般冰冷。江思琪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似乎还想再动手，我一巴掌把他扇了回去。这一巴掌是替你妈妈打的。我慢条斯理开口。江思琪似乎被打懵了，呆呆地看着我。他年纪轻轻就遭遇了人渣，被强奸后不仅没把你打掉，还顶着家里人的反对硬是生下了你。没有亲人和朋友的支持，一个单亲妈妈独自抚养孩子，你知道有多辛苦多累吗？造成他和亲人反目，造成他如今不幸的都是当初那个强奸犯。可你倒好，认贼作父，见到人的第一面就巴巴地缠上去喊爸爸。这些年他养过你们吗？他为你的成长，为你们的家庭付出过一丝一毫吗？他甚至连你们是谁都不知道。你们吃糠咽菜的时候，他在花天酒地。你本应该恨他，本应该好好保护你妈妈，远离人渣。可你没有，你巴巴贴上去，想把他们撮合到一块去。为了让你自己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，你逼着你妈妈去接受一个强奸犯。你可真是个养不熟的小白眼狼。梦境里，江月和陆恒最终能走到一起，江思琪可没少出力。不知有多少次，江月逃了出来，却因为江思琪哭着喊着想爸爸，而选择了妥协，回到陆恒身边。对于这种没良心且是非不分的小屁孩，我实在没什么耐心。江思琪似乎被我骂懵了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举起拳头凶巴巴道：“你少挑拨离间了！我爸爸和我妈妈本来就是天生一对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你这个坏女人，第三者！”不知是否心虚，他语气虽然还是奶凶奶凶的，却显得有些底气不足。对此，我只是微微一笑。你真不愧是强奸犯的种，劣质基因生下的，果然也只能是劣质基因。虽然内里的性子坏透了，但江思琪毕竟还是个小孩，被我这么一骂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眼眶里瞬间堆满了泪水，配合那张可爱的宛若天使的小脸蛋，看上去简直委屈可怜的不行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都忍不住有些心软，搞得好像我在欺负小孩似的。我叹了口气，狠狠捏了一把江思琪白嫩嫩的脸蛋后，留下咖啡钱离开了。既然江月没有让陆恒受到法律惩罚的打算，我也不愿强求。虽说失去扳倒陆家的机会有些可惜，但来日方长，眼下最先要做的还是与陆恒撇清关系。晚餐的包间里，我正式向陆恒下达了通知，分手吧。陆恒眉头皱起，理由？前几天那对母子，你应该也派人查过了吧？我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江思琪是你的孩子。听了我的话，陆恒反而松了一口气的样子。原来是为了这个。你放心，那个江月长相平平，身材平平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那天只不过是一场意外而已。我的结婚对象有且只有可能是你。江月那边我会给他一笔钱，把他打发走。至于那孩子嘛，陆恒有几分犹豫。他毕竟是我的儿子，怎么说都不能流落在外。我妈这些年一直嚷嚷着要抱孙子，有一个孩子在家，她肯定很开心。不过你放心，等我们结婚有了孩子后，财产的大头还是会划给我们的孩子。陆恒还在喋喋不休，可当他瞥到我的脸色时，却忽然住了嘴。我想那一瞬间，我的表情应该很精彩。我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怪异的语调：你觉得我看着像是喜欢捡垃圾的人吗？什么？陆恒脸色微变。我一字一句，极慢道：论长相，你长得人模狗样，但我也不差，从小到大追求我的人就没少过。论学历，你是国内顶级高校的，而我耶校的博士学位比你还高一些。论财富和社会地位，陆家和荀家不相上下。可你下面还有2个弟弟，而荀家只有我一个独生女，我是唯一的继承人。这一点你不如我。论自身实力，我们现在都是集团副总，可你是从一开始就空降的位置，而我是从最底层自己一点点爬上去的。这一点你依旧不如我。你看，你几乎处处都低我一头，可你怎么能有这样的自信，觉得我会接你这种劣质盘？
陆恒是一个极其高傲的人，我没说出一句，他的脸几乎就要黑上一分。到了最后，他整张脸阴沉的吓人，似乎下一秒就要把我撕成碎片一般。你……他才刚开口，我就伸出手捂住了他的嘴。我还没说完，还没轮到你。我云淡风轻道：你以为自己是什么？皇帝吗？我和江月是你后宫争宠吃醋的妃嫔，皇帝陛下到处留种，然后去母留子，把江才人的孩子抱给荀贵妃抚养。荀贵妃感激涕零，山呼万岁。怎么，这就是你给我们安排的剧本吗？你以为我是在争风吃醋？你以为我是想争什么名分？你好好想想，你配吗？我咯咯笑道：陆陛下，别太自以为是了。陆恒脸色已经黑如锅底，双手紧握成拳头。他深吸了好几口气，才努力保持住所剩不多的涵养。荀锦，你没事发什么疯？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牙尖嘴利？以前我也没发现你居然是个强奸犯。我冷冷地顶了回去。我决定跟你分手，是因为我唾弃你的人品，与其他无关。不仅感情上，商业方面的往来我也需要重新考虑。毕竟一个强奸犯的人品，我实在很难信得过。陆恒已经彻底怔在了原地。强奸犯3个字杀伤力太强，他甚至没能反应过来。陆恒体面了半辈子，大概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直白地指着脸骂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气急反笑。强奸犯？那个女人说我是强奸犯，明明是她自己跑进我房间里的。我懒得听他狡辩，直接打断，就算是他自己跑进去的，也不代表你就可以不顾他人意愿强行发生关系。更何况他只是走错房间了而已，他住的房间本该在你隔壁。陆恒还在嘴硬，我以为他是那种故意送上门来的女人。你知道，像我们这种位置的人，遇到这种事很平常。送上门的你就吃，那只能说明你是一个人仅可骑的烂黄瓜。我嗤笑道：不必再多说了，你越狡辩就只会越让我瞧不起。陆恒，到此为止了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没有一丝留恋地起身离开。将要走出包间的时候，我听见身后传来陆恒阴质的声音：荀锦，你别后悔。放心吧。我张扬地笑道：你这种质量的，我上街一招手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围过来想给我当狗。而我这种质量的，你这辈子也高攀不上了。解决江月和陆恒只花了我几天时间，但陆家父母那边却要更麻烦一些。毕竟我和陆恒的交往关系着两家的利益，我单方面提出分手，难免让人觉得荀家人不守诚信。本来我可以直接挑破江月和江思琪的存在，这样理亏的自然成了陆家。不过若是这么做，陆家之后说不定会迁怒江月母子。虽说我对他们没有太多好感，但也不愿波及旁人。于是我多花了一些金钱和时间，让私家侦探去调查了陆恒。没多久，果然收到一大堆关于陆恒私生活的污点。我没想到陆恒居然真是来者不拒，他养了好几个小情儿，有还在读书的青涩大学生，也有娱乐圈颇有名气的小花。先前我对这类琐事都不关心，居然到了分手后才发现陆恒给我戴了这么多顶绿帽子。有了这堆证据，解除婚约便顺利了许多。陆家父母自知理亏，全程连屁也不敢多放一个，甚至作为补偿，还在几桩大生意上让了利。大获全胜，我脚步轻快地走出陆宅。陆恒最小的弟弟陆泽却偷偷追了出来。荀姐，虽然你跟我哥解除婚约了，但荀陆两家毕竟多年交情，以后还是要来往的不是？他说着，笑嘻嘻往我手里塞了张名片。我挑眉看向陆泽，陆泽和陆恒并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，他是私生子，在陆家他向来没什么存在感。不过看样子他并不像传闻中的那般平庸，至少野心勃勃这一点很合我的意。不管怎么说，生意场上多一个朋友，多一分助力。我收下了名片，露出了标准的笑容，期待日后能有合作的机会。快刀斩乱麻的解除婚约后，我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迄今为止，我做的一切都与梦境里的我不同，完全没有掺和进陆恒跟江月的所谓虐恋情深里，而是及时抽身。这样的话，应该就不会迎来梦境中的悲惨下场了吧？一想到可能会失去我的亿万家产，我就心惊胆战。虽说已经全方面堵死了各种可能性，但谨慎起见，我还是多留了一手。我暗中派人偷偷监视了陆恒跟江月，他们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就会有人汇报给我。这样一来，即便之后发生什么事，我也能提前预防。陆恒跟江月还是搞到了一起。江月找了份酒店端盘子的工作，而那家酒店好巧不巧正是陆家的产业。江月在端盘子的时候，又恰巧遇到了陆恒。啪！他手中的盘子碎落在地。陆恒这段时间正心烦意乱，因为和我解除婚约，他被陆父痛骂了一顿。家里的两个弟弟也不省心，趁机想要夺权。听到盘子掉在地上的声音时，他很不耐烦地抬头，想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服务员，然后就看到了那张苍白脆弱、渲染欲气的面孔。是他。陆恒脸上露出一抹残酷的笑容。如果不是这个女人忽然出现，自己也不会被解除婚约。归根结底，都是他的错。
于是，在江月流着眼泪说：“陆先生，对不起，能不能不要开除我？这份工作对我真的很重要。”的时候，陆恒弯了弯手指：“过来，你陪我一晚上，就一笔勾销了，怎么样？”当然，一晚过后，陆恒就开始食髓知味了。他把江月牢牢禁锢在自己身边，不许他离开。至于江思琪，则被抱回了陆家老宅，改名为陆思琪。我这个恶毒女配下线之后，其他人的剧本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，依旧沿着我梦境中的走向推进。陆思琪那里，我也偷偷加派了监视的人。毕竟梦境里，他可是8岁就成了全球第一黑客，10岁就缔造出一个商业帝国。这种违反生物学的存在，不得不提防一手。幸好，私家侦探传来的消息显示，陆思琪确实比同龄的小孩聪明早慧许多，但并未突破人类范畴，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天才的水准。我才略微放松了些。在一次慈善晚会上，我碰见了陆思琪。原本就长得无比可爱的她，穿着精心定制的礼服，更是宛如壁画中走出的天使。陆母牵着她，脸上的笑就没有消失过。看来她在陆家应该过得不错。我淡定地收回眼神。而我没想到的是，5分钟后，我居然被这个小鬼头堵在了洗手间门口。这是女卫生间。我低头看向那个勉强到我膝盖高的小豆丁。我还是小孩子。陆思琪梗着脖子，厚着脸皮道。我忍不住挑了挑眉。陆思琪虽然外壳还是幼童模样，内在却是有180个心眼子的妖孽。我不认为他会闲着没事干，故意做出闯女卫生间的熊孩子行为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冷脸威胁道，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就把你裤子扒了，当众打你屁股。陆思琪脸皮薄，听我这么说，整张脸一下涨红了，甚至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我以为他还要撒泼打滚一会，没想到他却忽然少年老成地叹了口气。陆思琪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足尖，认命般地说道：“你说的没错。那天见面之后，我反思了自己的做法，确实是我太自私了，不应该强行把我妈和那人绑在一起。我想让我妈带我离开这里，回我们原本的地方。可是她不愿意，还在这里找了份工作。后来她又遇到了那个男人，那个男人强行把她带走，把我抱回了陆家。一开始我拼命反抗，想要逃出去，但是没用。你也知道，我就是个小孩。”说到这里，陆思琪像是自己也有些心虚，偷偷瞄了我一眼。见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，悄悄松了口气，又继续道：“所以现在我开始扮乖，想让他们放松警惕。但是陆家人还是把我看得很严，不想让我跟我妈再碰面。我只知道她被那个男人关在一座别墅里，具体在哪我也不清楚。”熏，姐姐，你能帮帮我，救救我妈吗？越到后面，陆思琪的声音越是充满了委屈和可怜。她扬起脑袋，充分发挥了自己长得粉嫩可爱的优势，泪眼汪汪地望着我。这一番话不仅极其有条理，甚至还充分发挥了自己人小可爱的优势，想让我心软。年纪这么小就有800个心眼子，此子恐怖如斯。不过，我叹了口气，如果不是摊上这么一对不靠谱的父母，他或许也能像其他小孩一样天真单纯，无忧无虑。如果能有天真无邪的条件，谁又愿意满腹深沉呢？知道了，我会帮你的。我叹了口气，伸出手揉了揉陆思琪的小脑袋瓜。人小鬼大的家伙，以后在我这边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别弯来绕去的。就算有800个心眼子又如何呢？说到底，他也只是个家庭一塌糊涂、如履薄冰的小孩罢了。哦，陆思琪垂着头，低低地应了一声。陆思琪找我算是找对人了，毕竟我一直派人暗中监视着那2人，自然知道江月被关在哪座别墅里。挑了个陆恒去外地开会，赶不回来的时间，我乘车前往了他位于郊区的别墅里。推开别墅门，我听见江月清丽而欢愉的声音：“阿恒，你回来啦，再等几分钟，汤包好了就能开。”在看到我的一瞬间，江月僵住了。她身上围着一条可爱的粉色围裙，手里还拿着一个锅铲，俨然一副等待丈夫回家的小女人模样，哪里有半点被囚禁、被强迫的样子？对于这一现状，我倒是并不吃惊，毕竟私家侦探每天都会给我更新一手资料。江月只在刚被陆恒关起来的时候哭哭啼啼了2天，之后便适应性极其良好的过起了在豪华别墅里的生活，每天洗衣做饭，等陆恒回家，倒像是新婚夫妻一样。见我一步步接近，江月像是做了错事的孩子一般，瑟缩地看向我。荀小姐，我，她面色发白，做贼心虚似的，将锅铲往身后藏了藏。我微笑地看着她，江小姐，我听说陆恒强行把你关在这里，这已经涉嫌非法拘禁罪了。你别怕，今天我过来是来带你离开的。我，江月目光闪躲，双唇紧咬地看着我，像一只受了惊的慌乱无措的兔子。怎么啦？我侧头看着他，难道你想说我不想走，我要留在这里吗？不是的。江月急急地打断了我的话。我没有，只是，陆恒他有权有势，就算我逃走了，他也会把我再抓回来的。我不想连累你。又是这一套说辞。
我心中已经有一丝厌烦，但依旧用和煦的笑容望着他，步步紧逼道：“是吗？没关系，我不怕被连累，而且陆恒也奈何不了我。来的路上我已经报警了。”你报警了？江月像是被踩到了尾巴的老鼠，整个人几乎要跳起来了。他下意识道：“你怎么可以报警？我怎么不可以？”我挑眉道：“陆恒涉及非法拘禁和强奸，是严重的犯罪行为，举报这种人渣是每个社会公民应尽的责任。”可是，江月急得脸都红了，可是了半天也没可是出个所以然来。可是什么？难道你想说，可是我不是被他非法拘禁在这里，而是心甘情愿留在他身边的？我慢吞吞开口道：“毕竟我进来时看到江小姐，你的心情挺不错的。甚至还为陆恒洗手做羹汤，难道是我误会了？不是他强行把你关在这里，你其实是自愿的。其实你早就喜欢上他了。”我还没说完，江月就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似的，大声打断了我的话：“我没有。”江月的泪水再次泄了红，她双手握成拳头，似乎在鼓足了勇气，想为自己辩驳：“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？是他强行把我关起来的，我是被迫的。是他说，如果我敢跑，就让我永远见不了思琪，我才迫不得已的呜呜。荀小姐，我知道你是好心的，但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怎么可能理解我们这些底层的人？”江月边说边哭个没完。我最后一丝耐心也终于被他消耗尽了。确实，我是理解不了你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喜欢用恶意来揣度他人，可你迄今为止做的一桩桩一件件。我不顾江月的抗拒，捏住了他的下巴，逼迫他直视着我。随后毫不留情地细数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，碰巧闯入陌生男人的房间。被侵犯后，一不想着报警，二不想着赶紧服用避孕药，等怀了孕之后，也不顾家人的劝阻，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，说是想和孩子平平静静过日子，但不好好待在自己老家，而是带着孩子来到那个强奸犯所在的城市。在撞见陆恒后，不想着离远一点，反而找了陆家旗下的酒店工作。见到他时，还恰巧摔碎了盘子，引起注意。对方提出再睡一晚，也没有拒绝。被带到别墅里，不但没有想办法逃跑，反而高高兴兴地叫着阿恒给他做饭煲汤。这期间，我无数次想帮你报警，向你伸出援手，可你次次都拒绝了。江小姐，你做的每一桩每一件，都让我不得不认为，其实你早就已经对陆恒情根深种，非他不可了。故意做出这番抗拒的模样，只是在欲拒还迎，让他觉得你很特别而已吧。毕竟男人都是贱的，轻易得手的就不会珍惜了，对吧？我每说一句，江月的脸就白一分，到最后他整个人抖得如同筛子，几乎站不住。我冷冷地望着他，眼中已无丝毫的怜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捂住脸，双肩颤抖着呜咽着：“我没有，我不是呜呜，我不是那种贪图富贵的人，呜呜，我真的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想和思琪平平静静过日子。是陆恒强行把我关在这里的，你就是那种人。”我冷笑道：“我问你，如果那天你入住的不是5星级大酒店，而是破旧的小旅馆，你遇到的不是陆恒，而是一个50、60岁大腹便便的糟老头子，你会生下那个孩子吗？你会巴巴的把孩子养大，然后千里迢迢赶到那个人所在的城市吗？你不会的，江月，你只会在事后第一时间就报警，然后把孩子打掉，继续你的人生。在我看来，你不仅贪慕财富，还喜欢沽名钓誉，明明就是舍不得陆家的钱财，舍不得陆恒长得好看，明明就想扒着他不放，却又不敢面对这样的自己。于是你编出一套又一套的谎言，把自己都骗过去了。你既想当陆夫人，又不想脏了自己的手，只想当个纯洁干净、柔弱又无辜的小白花。可世界上的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？江月太贪心，最后只会一无所有。说完这最后一句劝告，我转身离开了别墅，留下了身后还在抽抽搭搭说着我没有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的江月。老实说，在做完那个梦境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过江月是否真的是被陆恒强迫的。在我看来，他有无数次逃离的机会。陆恒在一开始也只是玩玩而已，并不是非他不可。但凡他挣扎的再决绝些，陆恒觉得失了趣味，也就放手了。可他没有，每次都是柔弱无助的哭两声，便顺从认命。他的那些反抗，倒好像是两人间的小情趣一般，只会让陆恒觉得好玩，这才一步步越陷越深。原本我不愿用这样的恶意去揣度他人，不管过程与结果如何，起码在这个故事的最初，江月是个受害者。是以，我无数次向他伸出援手，但凡有一次他接受了我的帮助，我就能拉他出苦海。但他没有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苦硬往上凑，做这个恶人？只是有些对不住陆思琪了。如果他知道了真相，大概会很难过吧。在他独自一人被关在陆家，用那小小的脑袋瓜对抗着周边的成年人，伪装出乖巧的模样，只为了能见母亲一面的时候，他的妈妈正满脸幸福的为造成他们母子分离的那个男人准备午餐，何其可笑！即使心硬如我，也没有办法坦率地将这个结果告诉陆思琪。我绞尽脑汁拼凑了个借口，
但陆思琪眼神中明晃晃的失落告诉我，他猜出来了。也是，毕竟他可是一个聪慧到违反生物学的小孩。我叹了口气，拍了拍他小小的肩膀，想开点，至少你妈妈过得不差，不是吗？你也别苛待自己，小小年纪别总是想那么多有的没的，小心以后长不高。我没有过带孩子的经验，只能胡乱扯一些车轱辘话。陆思琪垂着小脑袋，静静地听着。等他再次抬起头来时，那张宛若天使的小脸上已经满是平静。我知道了，他说，我现在要回陆家了，你会经常来看我吗？有机会的话。我笑着说。那之后，我的生活还是一如往常的过，工作、加班，闲暇看看书，健健身，参加一些社交活动。陆家去了几回，但都没能见到陆思琪。他似乎也过得很忙。毕竟他是要在10岁就建立商业帝国的超级小孩。至于陆恒和江月的后续，那天我离开后，警察赶到了那里。为了不让陆恒被捕，江月否认了自己是被非法拘禁的。两人依旧继续着他逃他追，他们都插翅难飞的游戏。又过了2年，陆家觉得陆恒是时候该结婚了。陆恒也觉得和江月在一起这么久有些腻了，再加上陆泽在我的暗中支持下强势崛起，让他感到了危机感。于是他找了一位家境略逊于陆家，但也能提供一定助力的妻子。两人相识不到1个月就火速结婚。至于江月，陆恒甚至没有亲自出面，直接让人给了他一张300万的支票，当作是遣散费了。江月慌了，他跑到陆氏集团，想去问陆恒要一个说法，可没想到，非但没能遇见陆恒，反而和他的新婚妻子撞上了。那位周小姐我是有所耳闻的，出了名的脾气火爆。江月直接被撕烂了衣服，打出陆氏集团，颜面尽失。而后周小姐雷厉风行地查出了陆恒所有的小情儿，挨个上门敲打。江月作为跟了陆恒最久的一位，自然被多加照顾，不但300万被追讨回来，还挨了好几顿打，最后只能灰溜溜夹着尾巴回到了乡下老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件事陆思琪本人是知道的。你就不出手帮帮你妈妈，或者需要我搭把手吗？我若有所思地看着陆思琪，这孩子虽然心眼很多，但还是蛮孝顺的一个小孩。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能做到全程袖手旁观。陆思琪摇了摇头，我妈心眼不算太坏，可惜就是不聪明，以为所有人都像那个男人一样能轻松被他拿捏，让他吃点苦头也好。之后他就知道该怎么好好生活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陆思琪语气极其平静。有时候和他相处，我总觉得怪异，感觉像是小孩的躯壳里装了个成年人一样。不过也罢，既然陆思琪都没说什么，我也懒得多管闲事，收起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我直起身，伸了个懒腰。对了，郊区新开了家游乐园，据说里面有全国最大的摩天轮，周末一起去玩吗？去。陆思琪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还是个孩子，我们小孩最喜欢游乐园了，出去玩喽。